2025年5月8日，圣彼得广场又一次响起了欢呼声跟掌声，我们的世界迎来了一位新教宗。不过当烟雾散去，走上阳台的那张脸却让不少的资深观察家都惊掉了下巴。谁呢？这位是罗伯特·弗朗西斯·普雷沃斯特，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芝加哥人。如今他选择了良14世这个教宗的名号。一个美国人要执掌博多禄的权杖，这个在天主教会2000多年的剧本里面算是头一回。这到底是多么的离经叛道呢？毕竟按照不成文的这个规矩，或者说按照某些大国不太乐意看到的所谓政治正确来说，美国主教当上教宗一直被看作是禁忌当中的禁忌。要知道，在他之前的266位教宗，没有一位是来自于那个北美新大陆的。所以一位来自芝加哥学数学出身的小伙子，他是怎么样在漫长的岁月里面一步一步走到梵蒂冈权力中心的呢？在秘鲁的那些年又藏着什么样的政治密码？这个事儿仅仅是一个宗教版的美国梦那么简单，还是说背后牵扯的是更复杂的地缘政治跟教会内部的权力游戏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会对教会内部的运作做一些批判性的分析跟思考，有些内容可能不会让所有的人都会感觉舒服，所以还是要请您酌情来观看。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位罗伯特·普罗沃斯特，他1955年9月14日出生在芝加哥，在当时算得上是天主教挺重要的地方。据说他家里头有法国、意大利，甚至还有西班牙的血统，颇有那么一点全球化的影子。他年轻的时候挺循规蹈矩的，在教堂当师铎，做圣餐的助手，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上了侍奉上帝的路。到了1977年的时候，他正式加入了奥斯定会。这个修会历史非常的悠久，特别强调社群、学问跟服务。不过他的学术背景跟一般的神父比起来的确有点硬核，因为他在维拉诺瓦大学拿了一个数学学士的学位。你想，这个数学是讲逻辑、讲结构、讲精确分析的，所以这样一种思维训练对于他后来在教会法这样一种需要抠字眼的领域里面去生根，甚至在梵蒂冈非常复杂的官僚体系里面混，恐怕都是一块相当管用的敲门砖。在这之后，他又拿了神学的硕士，还有教会法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圣奥斯定会会神长的角色，所以您看，从一开始他就对于管理跟领导这些与世俗权力结构息息相关的这个要素跟领域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这份人，让他这个简历脱颖而出变得不那么典型的，其实是他在秘鲁时期的一个经历。1985年他踏上那片土地之后，断断续续的在秘鲁待了总共超过20年，从教区的秘书长到修院的负责人，从教会法庭的法官再到贫民区的这个牧灵工作，他全部都干过。他甚至在2015年还拿到了秘鲁的国籍。所以你想想看，在一个天主教徒越来越往南半球倾斜的时代，一张拉丁美洲的面孔，哪怕是后来才获得的在梵蒂冈的权力游戏里面，无疑能给他增加不少的筹码。我们来看一看一些数据，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到了2025年的时候，全球有14亿的天主教徒，差不多一半都在美洲大陆，而这里面拉丁美洲又占了大头。那欧洲的情况，其实信徒的增长率只有 0.2%， 所以普雷沃斯特这段在秘鲁的独特的这个经历，让他非常的接地气，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他除了熟悉北方世界那套制度经验以外，还对于来自于南方世界教会的真实的情况和第一手的经验非常切身的体会。这样一种双重的身份，在他后来竞争教宗大位的时候，就形成了他个人非常国际化候选人的这个视野，也是一个独特的卖点。而且他非常难得的一个身份，也非常巧妙的淡化了他身上那个太过于扎眼的美国身份的标签。好了，想要真正看懂普雷沃斯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皇良14世，有两个标签其实是绕不开的。第一个是奥斯定会士，另外一个就是所谓他是方济各的人。
我们先说奥施定会，这个修会强调的是爱与智慧并行，但更核心的是什么？是社群生活跟等级服从。普雷沃斯特他自己都回忆过，说年轻的时候觉得守独身挺难的，但是后来慢慢就发现，其实活出服从反而更加容易。所以您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服从两个字，在任何一个等级森严、历史悠久的这种组织里面，都是往上走的不二法门。他从芝加哥会区的省会长一路干到了全球奥施定会的总会长，管了12年，去过50多个国家。这个可不是光靠祈祷就能办到的，这背后需要的是非常高超的管理技巧、外交手腕，还有对于人性在权力场里头是怎么样运作，要有非常深刻的洞察跟理解。而他那一篇关于会省长角色的博士论文，其实就是暴露了他对于组织内部怎么样管、怎么样运作这些事情其实特别的感兴趣。而这样一种兴趣，再加上他后来学数学练出来的逻辑思维，以及教会法条文的严格的训练，共同塑造了一个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制度型的玩家。这个就是普雷沃斯特的内核，他懂规矩，尊重规矩，更擅长在现有的规矩的框框里头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有人这么形容他，说他是脚踏实地，同时又向圣神的启示开放。这话说的其实蛮有水平的，如果翻译成人话的话，就是说他既能够老老实实的按规矩办事，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展现灵活变通的这个身段。所以说在奥施定会的经历给普雷沃斯特打下了制度玩家的底色，那么他又是怎么样搭上方济各这条线，被看作是指定的传承人的呢？就在2023年的时候，普雷沃斯特被教宗方济各提拔当上了主教部的部长。这个部门权力可不小，因为他们负责的是全世界主教的这个海选跟任命。这个事儿其实普遍被外界解读为是方济各在为自己挑选接班人，或者至少是理念继承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普雷沃斯特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回应也是非常的聪明，他说教宗之所以会选择他，是因为不想要一个来自于罗马教廷内部的人，而是想要多一些外部的视角。所以这个话也可以说是说得非常的漂亮，滴水不漏。我们可以不妨琢磨一下，一个在于修会内部已经干到最顶层，又在秘鲁待了这么多年，对于教会运作的里里外外，从最基层到最顶层的运作都非常清楚的人，他真的还能算得上是外部人士吗？或者说这会不会更像是一种精心打造的人设呢？其实这个人设既有教宗方济各特别喜欢的那样一种牧灵的经验，又有管理庞大的行政机构所必须要具备的管理的才能。所以我们看到教宗方济各在任的时候，他特别大力推崇公义制，强调就是教会要包容，要去中心化。而普雷沃斯特他也高举这面大旗，他认为这个是解决教会内部分裂的一个好办法。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个人在某一些教义问题上，比如说女性当神职人员这件事情上，态度却显得相对有一点点暧昧，或者叫做保守。这样一种在关键的社会议题上显得很进步，但是在核心的教义上又偏保守的姿态，让他能够成功的在教会内部左右逢源，赢得了这个保守派跟进步派两边同时的这个交口称赞。所以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常常担心教义，但容易忘了首要任务是传递认识耶稣的喜乐与美好。这句话听起来特别的让人觉得暖心，也充满了人文关怀，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政治策略。你想，在动不了核心教义的大前提底下，如果能够把重心转移到更有弹性的牧灵关怀上，这样既能够获得大家的好感跟谅解，然后又不至于碰触到那些最根本性的与教义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咱们的这位新教宗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他是一个精通教会法的管理者，一个深谙修会运作的领导者，一个在拉丁美洲经营多年的传教士。那与此同时，他现在又成了教宗方济各改革路线的指定的传承人。所以在他的这个治理底下，罗马教廷会往何处去呢？
说起来，其实关于梁实在当选教宗之前，他个人在社交媒体上是怎么样活动的，其实公开的资料不太多。不过他这个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有点像那种权威导师型的人格，说话温和，但是态度又异常的坚定。他喜欢引经据典，强调团结、信仰、希望这些美好的东西。所以这位普雷沃斯特教宗，他平时是挺温和腼腆，甚至让人觉得有点点害羞，但是他在将来这个教宗的形象可能会刻意的放大这样一种谦逊的一面，目的当然是为了博取教众的好感，然后塑造一个亲民牧者的形象。不过哪怕是这样一种亲民的感觉，你依然可能会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若有若无的疏离感跟距离感，毕竟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位非常有权威的教宗，对不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历史上任何一位教宗，他们华美的袍服后面其实也很难说是完全完美无瑕的，因为对于梁十四来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那这个阴影就是天主教会那个如同噩梦一般的顽疾，就是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丑闻。而普雷沃斯特本人在他漫长的神职生涯期间，并没有能够完全躲开这趟浑水。这个不光是他个人履历上的一个污点，更是他对于未来当教宗期间所谓透明化跟问责制的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时间回到1999年到2001年那会儿，当时他还是奥斯定会芝加哥省的省会长，有一个叫做詹姆斯·雷的神父，因为面临被指控猥亵未成年人，早已经被暂停了神职。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普雷沃斯特却批准了这位雷神父住进了奥斯定会在芝加哥的圣约翰斯通修院。但问题是什么？这个修院旁边紧挨着一座天主教的小学，而学校那边对此完全不知情。在受害者权益组织看来，这样一种安排简直就是把孩子们置于危险之中。还有另外一位奥斯定会的神父叫做理查德·麦格拉斯，他以前做过普罗维登斯天主教中学的校长，他也面临着一个长期的性侵指控，而受害者权益组织同样指责这个普雷沃斯特在奥斯定会当领导的那个时间段没有能够果断的处理麦格拉斯，甚至到了2018年前后，这个时候普雷沃斯特已经在秘鲁当主教了，麦格拉斯还被安排住进了刚才那个说到的臭名昭著的圣约翰斯通修院，就是紧挨那个小学的修院，而且这一次旁边还多了一个日托中心。同样的，相关的机构也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而最近的麻烦发生在他当这个秘鲁奇克拉约教区主教的时候，2022年4月，教区里头有2个神父被指控性侵了3个未成年的女孩，受害者跟他们的代言人就指控说，当时的主教普雷沃斯特没有及时启动初步调查，也没有通报给民事当局。奇克拉约教区跟普雷沃斯特的支持者当然是不愿意承认这些处理不当的指控，他们坚持说普雷沃斯特亲自见了这些受害者，也把涉事的神父停职了，然后启动了内部的调查，并且在2022年7月把结果上报给了梵蒂冈。甚至也有梵蒂冈的官员出来背书，说这个事儿经过审查普雷沃斯特没有任何的不当的行为，也没有试图掩盖。但是为什么没有通报给当地的民事当局这个事情？教区律师给出的专业意见就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的时效了。不过就在最近，一个更劲爆的指控冒出来，据说奇克拉约教区曾经支付了$15万给那3个女孩，听起来是想要封口哈。据报道说，这几个女孩一直以来都是普雷沃斯特的长期的公开的批评者，指责他掩盖了他们的遭遇。而对于这笔封口费的指控，教区方面在我们看到的材料里面没有给出任何迅速而且明确的回应。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抹杀掉普雷沃斯特他在儿童保护方面做过的一些非常正面的努力，比如说他在秘鲁主教团那会儿确实当过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的第1任主席，也的确参与制定过很多指导的方针。但不管怎么说吧，他过去处理这些事的方法
不管辩护律师说的是多么符合当时当地的规定，我们在今天公众会拿着放大镜强调透明度跟受害者优先的眼光底下，都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点苍白无力，而这些阴影将会一直陪伴他的教宗任期。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当一个机构习惯了用内部调查跟教会法程序来应付外面世界的指控的时候，它离真正的刮骨疗毒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这条路恰恰是我们的新教宗梁14世没法回避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从芝加哥来的奥斯定会士，这位拿着秘鲁国籍的美国教宗，他接手的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摊子。一方面呢，前任教宗方济各留下了慈悲与开放的呼声，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但另外一方面，教会内部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保守派跟进步派之间巨大的张力，还有那个像复古之躯一样的性侵丑闻，依然压得教会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的新教宗被看作是教会的中间派，一个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他那样一种世界主义的气息跟略显腼腆的这个性格，好像都预示了一个不那么激进、更注重稳定跟整合的时代即将到来。他那套数学的逻辑跟教会法的严谨，还有奥斯定会的社群精神结合起来，或许能让他成为一个新时代系统性的改革者，当然前提是他要有改革的意愿跟魄力。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运转了上千年的罗马教廷的体制里面，一个人的这个意志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既定的方向呢？尤其是当这个人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精心筛选、精心塑造跟培养出来的产物的时候，他所倡导的这个共议制会不会最终会演变成一种新的民主表演，在没办法触动权力核心的前提底下，只是给了各方一个发泄情绪的出口。那历史的车轮我们看到总是滚滚向前，梵蒂冈的权力的游戏主角是换了新的，但是剧本好像看上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似曾相识。我们的新教宗梁14的这个出现，到底算不算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意外，还是这个千年的教廷在现代世界的一次被迫调整呢？或者这不过是一个权力逻辑自身的又一次完美的自洽？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请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一下艾森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